爱穿成帅气男主的未婚妻，却一心想带着反派魔王大小姐私奔。只因在原著中他是阻挠男女主感情的小反派，会在一次与他们发生争执时被暴走的大 boss 所杀。为了改变自己悲惨的命运，他不再掺和主角之间的感情，并且决定用友情感化还未觉醒的大魔王。结果他的改变竟引来了男主的爱慕，可他却在和大魔王相处的过程中与他看对了眼，于是决定祝男女主幸福，带着大魔王远走高飞。然而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，这个大魔王竟然是和他一同穿过来的好闺蜜。原来二人本是21世纪的女大学生，本想在去教室前把这本狗血小说先送回图书馆，不料在路上遇到了地震，裂开的大地瞬间将两人吞没。本以为会草草结束这一生，怎料却再次睁开双眼，然而好闺蜜已经不见了踪影，镜中自己的模样更是让她傻了眼。不出意外的话，她应该是意外穿越了。在和女仆聊天的过程中，得知自己现在的名字叫艾达莫特摩尔，还是首富家的千金大小姐。正当她还在想着要如何挥霍这些钱财时，原主的老爹就给她拿来了温菲尔德魔法学院的入学通知书。听到这个名字，她只觉得有点耳熟。我靠，这不就是在穿越前看的那本《光与影之恋》里面的魔法学院吗？那以她现在的名字，不就是阻止男女主感情然后半路下线的恶毒女配吗？这也太惨了吧！我才不要穿成异世界的恶毒女配啊！小兰你在哪？快来救救我！然而另一边的小兰比她更惨，一睁眼就发现自己被几个小混混按在地上打，嘴里喊着让他们快点还钱。正当几人还想继续动手时，他体内就突然爆发出一股强大的能量，小混混吓得撒腿就跑。还没等他弄清楚情况，原主的老爹就急匆匆地赶了过来。原来他在这个世界的名字叫凯伊琼斯。回到家后就发现这里破旧不堪，而刚刚那几个小混混找他就是为了让他们还钱。男人拉着他的手保证一定会尽快找到工作把债还完，随后就要去给他做吃的。这时他看到了桌上两人的照片，看来他旁边的这个女人就是他老妈了，所以这个男人既没钱又没工作，老婆跑了还欠下一屁股外债。苍天啊，我到底都穿成个什么玩意啊！开局就是地狱级别，也不知道小瑶有没有一起穿过来。如果那边的我已经死了，那他可怎么办啊？看到女儿一脸愁容的样子，连忙将她被温菲尔德魔法学院录取的好消息告诉她。最重要的是，如果在入学测试中获得前3名，那就可以免学费。原来在这个世界，一个人具备魔法天赋的几率是1/1000的。由于魔法给人们减轻了生活上不少的负担，魔法师在这里就成了人上人，所以做父母的都期盼自己的孩子成为那1/1000。为了指导这些孩子使用魔法，国家成立了很多的魔法学院，而温菲尔德学院是最有名的教育机构。在21世纪的他本就是个学霸，所以对魔法非常感兴趣。而这边的艾达可不想去，毕竟去了只会加速他下线的速度。再说了，他刚刚试了一下，发现自己根本就不会魔法，所以他不太明白自己为什么会被录取。闻言，便宜老爹露出一个自信的表情，那当然是因为我们家有超能力。现在的莫特摩尔家族已经成了魔法学院最大的赞助商，所以区区一个入学名额对他们来说根本不是问题。这万恶的资本家，问题是我一个不会魔法的人到了学院该怎么办啊？然而这一切便宜老爹早就想好了，只要有你的发明家爷爷在，就一定能让你顺利拿到毕业证书。随后拿出一个魔法杖，只要按一下这个开关，法杖的头部就会立马发光，而且这个只需要充电5分钟就能续航72小时哦。艾达很是无语，这不就是电灯泡吗？看到女儿这个表情，便宜老爹立马戏精附体。孩子啊，虽然咱家世代都是土豪，但祖上却没出过一个魔法师，我相信你也不想让列祖列宗留下遗憾的，对吧？这突如其来的道德绑架让他整个人都麻了，但最终无奈的他只好妥协。说不定把剧情走完，他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。到达学校的他准备去逛逛，商店里一个漂亮的水晶球引起了他的注意。正当他想拿起来看看时，一双纤细的手也搭了上去。两人对视的瞬间，却因为样貌的变化都没能认出对方。艾达只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子长得很漂亮，立马上前打招呼。然而凯伊可不是那么想的，只觉得她的黄头发好显眼。这时老板娘上前做起了产品的介绍，这是本店的新品艾比斯3066，无论是占卜还是复刻成像，呈现出来的都是高清画质，全店仅此一个，只需要2100就可以拿下。眼看自己只剩3个钢镚，凯伊决定先把书买齐，怎料身后突然传来一阵嘲讽声，这么穷酸还买什么水晶球啊？艾达立马认出这是原主1号狗腿杰西卡，眼看水晶球即将被对方抢走，他直接使出了自己的超能。我出价3000，看到有人这么明目张胆的跟自己作对，杰西卡正想上去教训一番，怎料对方突然自报家门，果然狗腿子立马敬业上赶着巴结。看到这些有钱人自以为是的模样，凯伊更加讨厌他们了。哪知女孩直接将水晶球递到他面前，说要送给他，但他还是拒绝了。他才不需要别人的施舍。看到自己一番好意被辜负，艾达对他的好感也瞬间全无。很快入学仪式开始，因为魔法分为光魔法和暗魔法，所以需要用到水晶球来测试。如果水晶球呈现出金色，那则是光魔法，会被分到光之院；如果呈现出紫色，那就是暗魔法，会被分到影之院。要是水晶球的光芒越亮，就代表魔力越强。台下的艾达立马慌了，那他这种不会魔法的算哪一种？正当他想着要如何蒙混过关时，台上的老师就已经开始点名。第一个上场的是一个叫罗伊德·爱德华兹的男孩，艾达立马就认出这是原文中的男主。果然男孩刚触碰到水晶球，里面就立马发出刺眼的光芒，这超高的天赋很快就引来了其他同学的追捧。奈何长这么帅的一张脸却是个沙雕，自信表示不可能有人比自己的魔力更强，却不知很快就会有人来打他的脸。
眼看周围的人一个个测试完了，艾达已经紧张到开始发抖，但该来的还是会来，很快就轮到了他。看着面前的水晶球，他迟迟不敢动手，直到老师开始催促，他才伸出双手。果然跟意料的一样，水晶球一点反应都没有。正当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时，就突然想起侍女凯瑟琳说过的话，让他找找底下的机关。一顿摸索，终于找到了按钮，里面发出的金光差点闪瞎他的24K 钛合眼。看到有人比自己强的男主瞬间傻眼了。不过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本少爷的注意。这土掉渣的霸总宣言差点让他把3天前的饭都吐出来了。但凯伊却发现了不对劲，因为他能明显感觉到女孩身上没什么魔力。于是轮到他测试时，就在底部一顿摸索，果然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小按钮。思虑再三，还是决定先不拆穿它。然而正当他准备把水晶球放回去时，双手就突然被吸住，体内的魔力开始失控。下一秒，水晶球直接炸开，残留的魔力开始在大厅里疯狂乱窜。正当其中的一股魔力快要击中他时，艾达及时将他推开，最后还是老师使用魔法才控制住了局面。艾达连忙查看他有没有受伤，凯伊怎么都没想到这个女孩竟会在危险的时候冲过来救自己，看来她也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讨厌，心想这次一定要好好的跟她道个谢。然而话还没说完，人群中就突然有人大喊说他是魔王的转世。有预言说过，今年的运势不佳，是因为魔王的转世会出现在某个魔法学院。这番话加上刚刚的那一幕，现场再次陷入混乱，艾达更是吓得连连后退。在原著中，魔王会在男女主7年级的时候复活，然后暴走在学院里大开杀戒。虽然在故事结局男女主会联手将他干掉，但他和那个小狗腿会在他第一次暴走的时候死在他手下。看到女孩的反应跟其他人一样，凯伊自嘲地笑了笑，原本想好感谢的话也咽了下去。这时老师出来打圆场，说他的魔力只是过于强大，发生了点意外而已。虽然老师这么说，但所有人都对他投来了异样的眼光，这种目光他再熟悉不过了。果然不管在哪个世界，都有这种讨厌的人。看到大小姐救人却连句谢谢都没得到，小狗腿气呼呼的上前为他打抱不平。艾达急忙让他闭嘴，并叮嘱让他以后千万不能惹这个女孩，不然像他们这种恶毒女配一定会死无全尸的。入学仪式结束后，老师就将今天发生的事全部告诉了校长。那个女孩的魔力确实是非同寻常，问她需不需要做预防措施，校长却让她不要轻举妄动，因为她能明显感觉到学院里出现了一股新的力量，猜测这股力量或许可以改变这株黑暗的幼芽。另一边，艾达正在前往宿舍的路上，优越的家境和强大的魔力已经引来了一群迷们，都想跟她认识一下。但身为大小姐在学院里的第一个朋友，杰西卡决定要替她审核这些人是否有资格成为她的狗腿，还向她保证不会让任何一只臭虫给她添麻烦。然而此时的艾达满脑想的全都是凯伊，真是造孽啊！这么可爱的女孩子居然要杀我！等回到宿舍，她彻底惊呆了。学校既然给她安排了一间堪比皇宫的豪华单人寝，就连女仆家里都给她准备了一个脸的。果然有钱人的快乐不是她这种普通人能想得到的。很快女仆就帮她把光之学院的校服换上，一旁的小狗腿立马敬业地拍起了马屁。我们沉鱼落雁，闭月羞花，倾国倾城，国色天香，风华绝代，天生丽质，婀娜多姿，楚楚动人，水出芙蓉的艾达小姐果然穿什么都让人挪不开眼。这话让女孩终于明白为什么她能成为原主的1号狗腿了。这时女仆告诉她，今天是入学的第一天，没有课程安排，让她先去食堂用餐。一听这话，小吃货立马流出满嘴的哈喇子，心想魔法世界的食物一定会很美味。然而这满座丰盛的菜肴，杰西卡却告诉她这是平民的食堂。这时他发现了前来食堂用餐的凯伊，她穿上影学院的校服，看起来更可爱了。只可惜是将来会成为杀死自己的人，就算现在不去招惹她，7年后她依旧会把男主身边的所有人都干掉，所以她一定要想办法活下去。来到贵族餐厅后，发现这里的食物精致却少得可怜，还不如去大食堂吃呢。这时人群突然沸腾起来，原来是男主来了。果然他在的地方总能引起不小的动静，然而他却无视其他人的邀请，径直走到女孩面前，牵起她的手，在上面吧唧一口，随后问能不能跟他一起共进晚餐。这操作直接给艾达干傻眼了，嫌弃的抽回手，要做就做吗？动什么嘴，多不卫生啊！他很疑惑，那么多小姑娘邀请他怎么不去做那边？哪知对方突然捂住胸口，对他深情告白：我的心对我说不，因为莫特摩尔小姐，您才是我的未婚妻啊！此话一出，其他爱慕男主的女生瞬间心碎，可看两人郎才女貌的样子，又磕起了 CP。然而这中二的告白差点让艾达的鸡皮疙瘩全部掉光。不过穿到这里这么久，他居然忘了自己是这傻狍子的恶毒未婚妻了。他劝对方再考虑考虑，毕竟他的真命天女还没出现呢。怎料对方已经认定他是自己的另一半，还不断诉说着自己的爱意。被恶心到的艾达满头黑线，不明白书中的男主怎么会是这副德行。看样子的尽快安排他和女主见面了。另一边的凯伊刚回到宿舍，就遭到了2名舍友的嫌弃，提议要不要去找教授换间宿舍。凯伊也毫不客气，让他们要走赶紧走，随后就当着2人的面抢占最舒服的床位。绿毛气得直爆粗口。正当他还想上去把对方拉开时，房门就突然被人打开，2人立马以凯伊是魔王为由要拉女孩一起去找教授换宿舍。凯伊本不想搭理他们，结果女孩竟热情地上前跟他打招呼，介绍自己名叫卡洛琳·贝拉斯克斯，还表示很高兴能跟他成为室友。由于凯伊没看过这本小说，所以根本没认出眼前这个女孩就是女主。2人很是不解，询问他难道真的要跟转世魔王做室友吗？卡洛琳却认为那只是传言，说不定他只是一个魔力比较强大的普通人啊。说完就邀请他次日和自己一起去上课。凯伊见他没有恶意便答应了。第2日2人刚找个空位坐下，
教室就突然沸腾了起来。原来他们磕起了光之夫妇的 CP， 艾达却觉得很丢脸，因为这显眼包一大早就跑到宿舍门口去等他，而且怎么甩都甩不掉。要不是引来那么多人围观，他才不会跟他一起来上课呢。卡洛琳询问凯伊听没听说过他俩，两人好像从小就定了娃娃亲。凯伊明显不关心他们的事，觉得不过是两个纨绔子弟罢了，而且那个男的看起来又蠢又自恋，让他以后谈恋爱千万别找这种的。殊不知在原书中，这蠢蛋就是卡洛琳的官配，而这边的显眼包一直跟在女孩身后询问她想坐哪。这时艾达看到人群中一抹白色的头发，瞬间老泪纵横，女主终于出现了，她连忙表示要坐那边的位置，心想只要跟女主待在一块，他们俩早晚会看对眼，只要剧情继续发展下去，那他就能早日回家了。咋知这家伙直接上去驱赶两人，还用霸总的口吻说自己的未婚妻要坐在这，女孩瞬间傻眼了，这显眼包到底什么时候才能不这么丢人？他连忙挡在二人面前说是误会，随后转身小声提醒让他别用这种语气跟人家说话，万一卡洛琳对他的印象变差了怎么办？然而在罗伊德看来，这不过是一个平平无奇穷苦人家的孩子而已，不明白为什么要在意自己在他心里的印象。见男主这个态度，他连忙夸赞起女主的优点，人不能看表面，你看他那一双黑珍珠般的双眼，还有那随风飘逸的短发，又愿意跟那个魔王女孩坐在一起上课，她一定是一个人美心善且优质的女孩。但听完艾达的描述，罗伊德觉得自己的未婚妻才是那个人美心善的女孩，虽然出身显贵，却对他人有一颗包容的心，这下他更加喜欢她了。艾达整个人都麻了，这男主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喂，难道是因为自己的改变影响到剧情了吗？为了能早日回家，他现在只能扮演好恶毒未婚妻的角色，于是就展现出了自己拙劣的演技。啊哈哈哈哈！你们这些庶民，今天本大小姐就要坐这个位置，识相的还不快滚开！面对两人的死缠烂打，凯伊很是无奈，看来今天要是不答应他们，这课是上不成了。他让卡洛琳在这坐着，随后就要自己去对付那个红毛。于是在上课时，他跟艾达坐到了一起，罗伊德则坐在他原本的位置。女孩整个人都不好啊，原本只是想撮合男女主，但没想过要跟魔王坐一块啊。他身上散发出的黑暗气场都让人背后发凉。这时凯伊突然凑到他面前，直接拆穿他不会魔法的事。水晶球底下的开关已经被我发现了，不过我也不想告发，但你要是再招惹我或者欺负我的朋友，那可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艾达果然吓傻了，不客气？要怎么不客气？比如杀了我吗？他连忙伸出4根手指发誓自己绝对不是要欺负他们，只是想撮合罗伊德跟他在一块而已。凯伊很疑惑为什么要撮合他们，这话让他完全不知道怎么接。总不能说那两人将来会联手打败你吧？而且他们不仅打败了你，还把十字架插入你的心脏，把你封印在水晶冰川之下，让你永远忍受切肤之痛入骨之寒。可想到这些，他竟莫名的感到有些心疼。最后只能说他俩不在一起会出问题。凯伊却坚决不会让卡洛琳跟那个蠢蛋在一起。至于你，很怕我吗？离得这么远，甚至都不敢碰我一下。艾达气呼呼地表示谁怕了，说完就一把拉过他的手要证明一下，哪知力气太大，直接把对方拉到了自己的面前。凯伊瞬间红了脸颊，怎料台上的老师突然注意到他俩，直接把艾达叫上去给大家做示范，让他用魔法把他手中的灯点亮。艾达一听心想这下不完了吗？万一那盏灯没有开关怎么办？但被点名的他只能硬着头皮上。然而这显眼包却还在为他叫嚣着，太棒了未婚妻，快让他们看看你的实力。艾达弄死他的心都有了，看着老师伸过来的道具，他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，把他能想到的咒语全部念出来，阿巴阿巴妈咪妈咪吽。结果那盏灯竟真的亮了起来，艾达都傻眼了，莫非我是天才？下台后才发现卡伊正在翻阅老师刚才讲的内容，所以刚刚是他帮了自己忙，急忙跟他道谢。女孩却表示不想让他的事耽误到自己上课而已，并且让他不要再打扰自己学习了。艾达顿时感觉有点扎心，为什么都穿越了，自己的同桌还是个学霸呀？心想下节课一定要换个位置，怎料天不遂人愿，老师让他们记住现在的座位，以后就按照现在这个位置坐。艾达整个人都麻了，这不是离死更进一步了吗？夜晚，坐在阳台的女孩思绪万千，来到这个世界这么久，虽然她强迫自己接受了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但她根本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如果她按照剧情继续做一个恶毒女配走完剧情，那她最终的结局就是被魔王杀死，而且她不知道自己死后会不会回到原来的世界。如果想活着，那她就要提前干掉魔王的转世。可那个女孩看起来并不像坏人，此时的她特别想自己的好闺蜜小兰，虽然在这边有仆人伺候还有花不完的钱，但如果她还在那边等着自己，那她一定会想办法回去的。而这边的小兰也同样很惆怅，她不明白为什么白天会出手帮助那个笨蛋，大概是因为她让自己想到了他吧。小瑶，我好想你。